院校刚毕业的年轻人虽然精通电脑，但是在制衣方面他不在行，全面性的人才很难招到。很难招到，很难招到，你就这么一句话了啦？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呢？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花这么多钱买来的机器，它就成摆设了呀？妈，寻找合适的操作人员需要点时间。我想跟您推荐一个人，他有童装车间的管理工作经验，对相关机器设备的操作也很在行，最近还考取了电脑高级操作师的证书。还有这样的人啊？谁呀？那赶紧把他请来呀！他已经来了。牛董好。小钱，来，小钱，过来坐。老钱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吧？我没有背叛心，所以早就已经没事了。谢谢陆总关心。孩子都挺好的吧？女儿已经从国外回来了，托大家的福，目前身体状况很稳定。那就好。之前啊，我和陆欢呢是一时糊涂，让你受了委屈。没有，是我自己鬼迷心窍。当初要是头脑清醒，不受那个诱惑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。这几年，我一直待在家里照顾女儿，其实内心也很消沉，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所以姚经理来找过我好几次，我都拒绝了重新应聘完成。是女儿总是鼓励我，要我这个爸爸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站起来，还希望我在老岗位上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刘董事长、安总、陆总，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是我的履历表。小钱啊，你可是我们万城的老人了。你在万城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一步步做到副总的位置不容易呀。你的情况啊，我比谁都了解。这履历表根本就不用填。小钱，当初你为了给女儿治病，帮助家瑶隐瞒犯下的大错，其实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儿子儿媳犯下的过错。老钱，你能重回万城是我们的荣幸。老钱，之前的事儿，对不起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万城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加快童装公司的技术改革和设备引进，继续保持我们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，争取拿下全国童装博览会的承办权。小钱啊，你可是要帮我加油啊，努力呀！我一定努力。欢迎你，谢谢你啊！我就想不明白，你爸爸呢，烟也不抽，酒嘛喝的也少，怎么就得个肺癌？你查出来他还是晚期啊？是不是我给他烧的饭有问题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要去什么工作室了，我就天天在家陪着他。您想多了啊！现在呢，最重要的是让爸开开心心的，可不能像现在这样愁眉苦脸的，他看了会难受的。我晓得，我晓得。对了，妈，现在白欧也回来了，我跟他的婚事也该补办了。白欧说要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，让爸心里看了高兴。自从你爸生病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提你和白偶的婚事，你晓得为什么？我知道，爸越不提，证明他越想着这事儿。所以你要赶紧抓紧啊！老头子啊！爸呢？
热的。那应该没有走远，我去找找。妈，你在这等着我就行，万一爸回来呢？一会儿。这2期工程还真定在这儿了。这个被子做好了，书文和白藕的那份我们就都搞定了。但愿王师傅能好起来，参加儿子的婚礼。山妹啊，回头我们去看看他。明天吧，明天我再做点鱼圆，到医院去看看他。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好。哟，王师傅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王师傅，王师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快去拿药！我去拿药。我去。我去。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？啊？不行啊。妈，没事啊，发病危通知书不见的人真的就是不行了，一定有救的。我晓得。舒文，赶紧进去，刚才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快进去吧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舒儿，王家祖上都是行舟贩书，后来又开了笔庄，做的都是文房生意，可未曾想这做笔的手艺到了我王传英这一代，这眼看着就要后继无人了。不会的，爸，不会后继无人的。儿子，千万要传下去。放心吧，会传下去的，我向您保证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您躺着，别动。去把小何给我叫来。我这就去找他。你先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办啊。再睡一会儿，我去找小何。老宋啊，
起家那事儿，现在还没搞定。你是不知道啊，白偶这生意现在是越做越大了，物流这块儿根本不会听我们的。哎，哥，要不你自己上？我上，那我还养你们干什么呀？上，哥，你放心，白偶我一定帮你把它拿下来，我保证。王伯伯，王伯伯，啊，我是小何啊。啊，小何，哎，你一定要等舒儿回来，我让他去拿我留给你的东西。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每个字、每幅画、每一幅图都仔仔细细的看，只有这样，你王白才能放心呢。好的，我会的。你王白最喜欢看你小时候唱歌的样子，你唱的那个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，好听，好我唱。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。
舒恩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，我陪你说说话。其实，王叔的走，对我们来说都很沉痛。王叔是个好人，他在我们楼宅对谁都好，他的性格温和善良，与世无争。他最看重的就是文人风骨。你是他的儿子，你应该继承他的风骨，成全他的心愿。我相信他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跟他一样坚强，这样才能照顾好齐阿姨，还有白偶，照顾好这个家。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。谢谢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保存它，完成他的遗愿。小何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好，多保重。山北啊，我以前觉得徐主任是最幸福的，一家三口多好啊！哎，你说这王师傅突然不在了，齐主任肯定会受不了的。往后啊，我们有事儿都带上他，我们多陪他坐坐，跟他开开心。我们得健健康康的，好好的活着。织女镇开启童装产业近40年了，几乎家家户户的经济收入都是靠童装。只有一个人始终保持代代相传的文化路，他就是王传影师傅。他始终跟笔杆一样正直做人，以文在德。他的去世也提醒我们做产业的同时，别忘了抓住文化的根。今天王传影师傅的家人带来一件遗物，要赠予织女镇，表达他对这个镇最深沉的热爱和关切。下面呢，请王淑文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们织女镇一直都有一个神话在流传，那就是四力比。从明朝到现在已经有400-500年了。织女镇的人都知道，这四力比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物。但是在这几百年间，我们镇里几乎没有人见过它，我父亲也从未把它示人过。不是我父亲怕漏宝，而是因为他觉得只有在有人懂得这件宝物的时候，才能把它拿出来，将它公诸于世。如今他已经不在了。临走前，他嘱咐我，让我把这四力比捐给镇政府做永久保存。他说，不能让织女镇的文脉断了。所以现在就到了这四力比与大家见面的时候。
这第一支笔，笔杆是用黄金打造的，笔杆上面刻着“为民立功者用之”。这第二支笔，笔杆是用白银打造，上面刻着“为国立勋者用之”。这第三支笔，笔杆是用红铜打造，上面刻着“为人立德者用之”。这第四支笔，笔杆是用黑铁打造，上面刻着“为己立规者用之”。这4支笔就是我们王家的传家宝。之所以称作4立笔，我父亲说，祖上传了话，这笔杆上刻着的立功、立勋、立德、立规，只有用金银铜铁这样的世间至宝将其打造，才能与之相配。他希望在把这4立笔捐给镇政府之后，能够再为百姓立功，再为国家立勋，再为人心立德，再为自身立规。谢谢您，也谢谢王老先生。今天，我代表镇政府收下这份沉甸甸的礼物，在这里，我再次的表示感谢。你怎么想到来地下室看资料？这里比较安静。哟，这么多资料，这都是王师傅留下的。是啊，这些资料都是有关楼岗的，比上次他给我的要更详细。这工作量可太大了，再不这一天两天能干完的？哎，我说你啊，注意休息啊，别忘了明天早上我们还要陪妈一块吃早饭。哦，对对对，不要忘了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我这边马上就完了。行吧。哎，你也是，别干太晚了啊。哎，记得喝牛奶啊。嗯。叔哎，夏叔叔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在做毛笔。你要做毛笔？对。小的时候，我和志豪一起跟父亲学过做古笔，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就把这门手艺给放下了。现在我想把它捡起来。你是想继承你父亲把做湖笔的工艺传承下去？对，我想把它传承下去。接下来，我想先尝试着去做鸡毛笔。你看，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第一支鸡毛笔，很漂亮吧？哎呀，你父亲退休之后，只做了2支鸡毛笔，一支送给了我。他送给我鸡毛笔的时候跟我说，鸡毛是最软的，可是写出来的字儿呢，又特别的硬。他当时跟我说的话，我现在还记着。他说：“老夏，你这人呀，心慈手软，心眼好。可是你做干部这些年呢，又很讲原则，该硬的地方又硬得起来。我送你这杆鸡毛笔，当做纪念吧。”你爸送你笔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呢？没有，他什么都没说。但我记得那是我穿上警服去上班的第一天。
舒儿，也许这支鸡毛笔里寄托着你父亲对你的希望，他是想让你当一个人民的好警察，对人民、对百姓要亲、近、软，对那些犯罪分子要硬。我明白了，贾叔叔。您放心，我会做一名好警察。小何啊，这次博览会的承办权我们万城非常有意向，你看我们的成功几率有多大呀？目前还不清楚。妈，您应该听说了吧？启佳集团也会参加这一次的承办权竞标。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启佳集团要参与这次竞标，妈呢才有点不放心，特意问你。竞争是要看实力的，我个人认为万城应该从了解启佳集团的实力入手，做一个综合的对比，才能评估出胜算。在企业综合实力里面，发展潜力是很重要的。启佳现在年收益不够高，是因为他们才刚刚起步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他们现在正朝着国际市场大举进发。他们这一季的新款就非常受海外经销商的青睐，我们千万不能轻敌。我们没有轻敌。再说，启佳集团是有，而不是敌。妈，我说对吗？既然是有，那我们就要拿出诚意，看看启佳集团哪方面胜过于我们，哪方面落后我们，取长补短，这才是竞争之道。陆总，你这段话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陆欢这话说得很好，其实他就说到了胸怀2个字。以往我们万城集团在跟同行竞争的时候啊，为什么往往会处于被动呢？就是因为啊，我们作为大企业，胸怀太窄了，包容不了他人，所以在这个判断力上面会有所失误。接下来我们的转型，我认为应该从胸怀这2个字意义上起步。思齐港、双桥港、金村港、上周港、三幅图如此重合，难道产业集聚区就建在太湖楼岗上？那么楼岗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，我必须把它搞明白。加大，你怎么又起来了？再过会儿天就亮了，我猜你今天晚上也不会再睡了。我想不早点起来，给你做个早餐。谢谢啊。哎，那边小心啊！
你看，这条河港是通向我们镇边上的钱山漾，可惜啊，堵了几十年了。以前钱山漾出土的丝绸被专家论证为中国最古老的丝绸，所以被定为中国丝绸之源。这几天我在想，这太湖的篓港区域历来被称为天下粮仓，苏湖熟，天下足。这个足字就是指我们脚下这片土地。丝绸之府，鱼米之乡，会不会跟我们这篓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？这些都现在还只是推论，没有具体结论。小何主任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在这个把2期项目推进上。一旦这个工程完工，在上面可以聚集40万外来务工人员，等于再造了一个织女镇。时间紧，任务急，容不得我们打横炮。那如果这个项目真的会影响历史遗址呢？我们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地啊，都可以说是历史遗址。一条河，一座桥，甚至一座房子，仔细考察下来，都有它的历史价值。但如果总把历史2个字挂在嘴边，什么也不能动，那我们经济还怎么发展呢？那您的意思是，不要找专家论证了？你是主任，我是副主任，我只是提个建议。哎呀，要是我不同意呢？我就怕你说不同意这3个字。师傅，你这什么情况？瞎呀你！坏了！师傅，你这有什么情况？坏了，修修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老宋，这些衣服是我跟我的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没日没夜的讨论、收集材料，推翻了多少个方案才做好的。它是我们启家团队的希望，他们现在本应该穿在孩子们身上，结果被你弄成了这样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熊天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，你直接冲我来，你别糟蹋衣服。白总，我们这物流的事儿还有商量的余地？没有，对于不合理的收费，永远都没有余地。笑什么？你那兜里边藏着录音笔的吧？这对我没用。门在那边。哦，对了，我再送你一句好话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好啊，那我等着。小何，我们对于同乐城2期工程的构想呢，还不是特别成熟，但是我相信水上乐园要是建起来啊，会吸引更多的游客，到时候儿童服装加上儿童乐园相辅相成，织女镇就更加名副其实了。这个想法挺好的，不过洪峰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，我们这一片规划中的产业集聚区，它的原址是太湖篓港区域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从它的资料还有它的
结构上看，这太湖楼岗绝对不是一条简单的河道，很可能是古人留下来的某一种人工开发的工程。人工开发？那你的意思这是古迹吗？你能给出详细的解释吗？这得请专家做最后的定论。小何，你这话的意思是，我的同乐城2期工程有风险吗？如果它真的是有历史考古价值，它的风险不只是第2期工程，还有你的第1期。你说什么？喂，郑主任。小何，2期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会，时间地点我都已经落实好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胡峰，第2期的招商引资会已经落实了。已经落实了。哎，小何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你刚才的话真是把我吓坏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工程啊，真的花了我全部的身价。吸管上怎么会有白色的粉末？怪不得他房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难道他在吸毒？好了，可以用了。谢谢啊。啊，哎，白袄。喂，你说你在哪？我在老街给人修水管呢，怎么了？我发现了熊天宝吸毒的证据。天宝吸毒？是啊，我今天去找熊天宝去说理，我还意外地拿到了他用过的吸管。我觉得这根吸管上一定有他留下的 DNA 样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给所里打一个电话，让人去你那取证啊。好。之前我们是夫妻关系，现在我们成了搭档了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共同努力，把万成公司做得更好。嘉耀，陆欢决定痛改前非，变卖了所有资产，筹集了500万现金还给了集团，决定从零开始，让我从哪里跌倒，再从哪里爬起来。你这段话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织女镇产业集聚区2期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会现在开始。现在签约开始。玉哥，谢谢。现在的情况我了解呀，而且同乐城2期的项目也在有序的推进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今天李总在董事会上说了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还挺严重的。那你别着急，万事急中错，有话你慢慢说。洪峰，我发现你对我之前的话有所担心啊。是呀，你的话真的让我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。
说实话，我也有点担心。哎呀，小何，你知道的，同乐城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投了上亿的资金了，2期工程呢也跟进了几千万了。现在一旦叫停这个项目，真的，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。哎，我在想啊，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存在这么大的隐患，当初徐康干嘛要这么极力的推荐呢？我也这么想过。不过洪峰，先别着急，这一切啊都还在猜测中呢。哎呀，小何啊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抓紧抓紧了，因为我不想在2期工程之前产生更多的投入了。好的，你放心，一旦有了结论，我会及时告诉你的。真有这事儿啊？哎呦，这个问题我倒还真没想到。如果楼岗真的是古代文化遗址，那不光是同乐城的项目得叫停，连产业集聚区也悬了呀。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，虚惊一场吧。我想结婚。啊？跟谁啊？废话，你说跟谁呀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等这同乐城的2期项目一竣工，咱俩就把事办了。我还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退出董事会。为什么呀？其实吧，我对事业没有什么野心。当时我把店给卖了，投资同乐城，那也是因为听了你的建议。我当初可没想着说要赚多少钱，但是确实是因为这个项目，我也赚了不少钱。所以啊，我想激流勇退，见好就收，以后啊，就安心做你的全职太太，咱好好的过日子。你要退出，我也不反对，这一切都是选择，选择你能承受的吧。只不过，你也应该为李洪峰想想，你们俩合作了这么久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你是不是应该助他一臂之力，帮他共度难关呢？那你可得答应我啊，咱俩的婚期不能一拖再拖。放心，不会，我答应你的，我一定做到。那个，人到了。老宋，熊天宝呢？我知道，他去厕所了。要不你跟我走。老宋，有人举报你涉嫌吸毒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怎么喝成个一？大武啊，吓我一跳！上这儿干啥来了？孙天宝，有人举报你吸毒，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走吧。哎，不是，我没吸毒。爱要多久，尽我所有。我爱你。求你再掌心，不要自由。盼着你走，愿能与你有始无终，把你安放在。还要多久？我之前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你还能原谅我，接受我，能让我看到生活的希望，我非常感激。还有洛洛，之前忙得光忙的工作，没有时间陪你，我感到非常的愧疚。看到了今天你的成长，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。
我只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永远在一起，不离不弃，开开心心。爸妈，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碰这个，我以前从没接触过，我一时糊涂。兄弟们，我希望你老实交代，配合我们调查，把你吸毒的经历和整个过程详细的、如实的陈述。我够如实的了，我已经把我从哪条街、哪个巷子、哪个戴口罩的人手里买的这些东西，我都告诉您了。我真是第一次。那这个呢？你确定在其他地方没有吸食过毒品？这不就是根吸管吗？在垃圾堆里、小卖部里哪儿都能拿到啊。根据 DNA 的检测，这根吸管正是你用的。我用过的？怎么在你们手里了？你办公室里。我办公室里的东西怎么跑你们手里去了？熊天宝，我们不会冤枉你。你现在老实交代还来得及。我想起来了，白偶去过我办公室，这东西是不是他给你们的？喂，领导。熊天宝进去了。什么？犯什么事儿了？吸毒。可是我公司还有一批货得用他的物流公司给运过来啊，这下怎么办？你先别慌，我了解一下啊。好嘞，好嘞。集聚区的开发都是按照正规的工作流程一步步走出来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目前曲阜镇长手上到底掌握着什么资料，让他对集聚区开发的合理性产生质疑？这王传银生前呢拍过几张楼岗的照片，画了几张楼岗的分布图。哦，对了，还找了一些古籍资料，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历史遗迹的这个工程。郑副主任，你是这个项目的副主任，我希望你能把责任担当起来。如果真像曲小河说的那样，那我们倒要好好的斟酌一下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后果……暂停开发，请专家组。对，这是我目前的想法。说一说你的理由。根据专家的初步意见，可以推断出太湖楼岗很可能是古人的一项水利工程。如果这个推断确凿的话，那么这个太湖流域的农耕文化就找到了源头。这个发现其科学价值不可估量。根据国家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条例，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，还有河湖水系、道路是明令禁止的。小何同志，能不能我们先把话题回到原点上来？同意吗？同意。你的意思我听出来了，目前专家的意见还是初步意见，对不对？对。既然是初步意见，那就不是结论，对不对？对。既然不是结论，那就不必照办，对不对？对。既然是对，那我们就不必再争论，对不对？我先表个态啊，我们严格按照林化玉同志制定的规划去办，不允许打折扣，更不能打横炮，要不然我给出2个字：换岗。
郭镇长，撂下重话了。再重的话，重不过4个字：实事求是。各位织女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。今天呢，老夏想跟大家讲一讲污水共治的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抓节水。从明天开始，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组成河道监察小组，在全镇展开检查工作。那边看看。我们开发的这篇项目，跟哪个条款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了？有文物单位的鉴定吗？都没有吧？你总不能说每一个大小湖泊都算是文物吧？我已经向有关部门的专家发出邀请了，让他们来评估楼岗的价值。行，这个项目你是领导，但是作为下级，有些话呀，我还真不能不说。你这么做对织女镇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哎呀，做事啊得有大局观，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，不能钻牛角尖。万一专家给出的结论，太湖楼岗是历史文化遗产，而我们还要在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上面办工厂、办企业，郑主任，这个是非问题你不会不懂吧？不是现在还没有结论吗？再说了，楼岗在太湖边上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，谁都没说它是个宝贝。哎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宝贝，还动不得？反正这件事情我不能听你的，但时间也不会听你的。你知道，所有的项目都已经签了合同了，2期工程的开工典礼马上也举行了。你现在说暂停就暂停，你算过没有？有多大的损失？你看看郭守镇镇长这几天也是寝食难安，现在他是最着急的，要不然他不会留下换岗这2个重字。他那2个字啊，是冲我来的，我做好思想准备了。小何，我们俩同事那么多年了，撇去工作关系，总还是朋友吧？你听我一句话，把工作重心放在项目上，别老提楼岗了。楼岗和换岗2个字，谁重谁轻，你总该分出来吧？哎呀，我还是想去见一下林焕宇处长。你这是去讨骂？讨骂也得去。哟，这不铁棍兄弟吗？你怎么又回织女镇了？我都来半个月了，啊，最近手头紧，这儿能挣点钱。这是拘留所，你跑这儿来挣钱来了？别提了。哎，你就是跟白偶订婚那小子吧？别提那女的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白偶可是野鸡变凤凰，人家瞧不上你。你别提他，什么野鸡变凤凰，他混得越好，我自己越恨他。都欠我20万，我这罚款我都没法交，我恨不得弄死他的心都有。哟，你弄死谁呀你？现在这什么社会啊？你说弄死谁就弄死谁啊？过来。别碰我！兄弟，20万就把你打发了，啊？在织女镇要想站住脚啊，得用脑子。哎，出来以后跟着我干，别说20万了，200万都让你拿到手。你那罚款我给你交了，等出来以后啊，到我公司来。怎么了？还在为集聚区的事情发愁啊？是啊，招标的项目基本已经落实了，很快就要开工典礼了。可是楼岗呢，仍然还是个谜，所以这个开工典礼我都不敢办。那你这么样，
不是明着跟郭守正对着干吗？你要知道，这个项目原来可是林化宇亲自规划的。他要是知道是你想停止这个项目，那他会怎么想？不是停止，是暂停。我知道，停止也好，暂停也好，只要有一个“停”字，就可能在我们织女镇引起8级地震。那不就震到片瓦不存了吗？你以为呢？没那么严重吧？不过说起来啊，这件事情上，我还支持你的。一个项目有问题，叫停叫的有道理，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你。说得对。别说我了，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什么事儿啊？那个程仲良找到了没有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怎么了？我只能回答你4个字：音讯全无。以后不许再犯了啊！你们出来。你出来的时候，我让老宋去接你。那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你可得办到了啊！啊！在这儿好好等着。快来，熊哥。小何，如果这真的是古人留下的遗址，在这上面盖工厂的话，那不就是对历史的犯罪吗？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得好好找郭镇长谈谈。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了，没有结果。那林处长呢？他出国考察了，过几天才回来。考察楼岗的专家马上就要来了，有什么需要报道的，记得跟我说一声啊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喂，郭镇长。什么？专家不来了？小华同志，我明确的告诉过你，专家的会议我们不开了，可你偏偏还要上门去找他们，这合适吗？郭镇长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，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。我不是要妨碍你对楼岗历史的调查，可这本来就不符合正常的工作流程。文物专家、水利专家来现场开研讨会，还有勘察，那应该是在1期工程完工之前就应该做的事情。可现在已经什么时候？正因为第1期工程的时候没有发现楼岗有问题，那现在发现了，我们再次请专家来开研讨会，那没有错呀。可你让这个项目停下来，那就是大错。郭镇长，我现在来向你汇报，就是希望你能够理解，我为什么要上门去找专家开这个研讨会。你让我现在不明不白的就同意集聚区开工，我心里不安的。小何同志啊，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。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？开工在即，为什么这个项目非要卡在你这个主任手里？我之前已经说过了，谁也不能打横炮，要不然我给出的还是那2个字：换岗。我知道这2个字它的分量，可是还有2个字在我心中更有分量，那就是良心。好，那我就再一次明确的告诉你，你擅自去找专家开研讨会，违背了组织原则。我必须把这个问题提交给镇党委，建议撤去你集聚区管委会主任职务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坚持我的原则。白偶和舒文总算结婚了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一开始呀，我满心定，但是现在你看人家白偶，大公司的董事长，我怕我儿子配不上人家。哎呀，你想多了，就是什么配上配不上的，只要人家2个孩子恩爱就好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？啊，你去忙什么啦？老街巷的刘婆婆中风了啊！我刚把她给送到医院去。哦，哎，你到我家去，小何在哪找你？哎，我现在就去。小何，小何，哎，你找我啊？啊，郭镇长跟我说，
来开楼岗研讨会的专家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可能郭镇长有自己的考虑吧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啊。对呀，这会一定得开呀。没关系，专家来不了我们织女镇，我们可以上门找专家呀。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一块儿去？你爸呢，最先研究的楼岗，他的资料你都看过吧？到时候开会的时候，你可以多讲一讲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联系一下，暂定明天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回去了。路上要小心一点。放心吧，妈，我又不是小孩了。舒文来了，走吧。我知道了，妈。妈，您去忙吧。哎，你和舒文到省城要多听听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啊。知道了。舒文呀，小何，夏叔叔，问吴教授、葛教授好。好，好嘞，夏老师您放心吧。那我们走了。我们出发了啊。走吧。怎么样？资料都准备好了？没问题。昨天晚上我把这些资料又重新的看了一遍。真的？还做了笔记，确保万无一失嘛。太好了。请问现在可以开始泡茶了吗？再等一下好吗？好的，谢谢啊。这都12点了，他们不会不来了吧？不至于一个人都不来吧？来了，2位教授终于来了，终于见到你们了。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舒文，这位是吴教授。吴教授你好。这位是葛教授。葛教授你好。葛教授，我没说错吧？他们没见到人是不会走的。徐小河同志，我们在接到你的电话之后，又接到了你们镇里的产业集聚区一位姓郑的主任的电话，他说接到郭镇长的通知，这次研讨会不开了，但是又没有讲清楚具体原因，所以啊，今天上午的研讨会当然就没人来了。不过，我和葛教授啊都感觉很意外。探讨太湖楼岗的历史价值，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就不开了？所以，我们俩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先过来看看。喂，万总。哎，老钱啊，我听说万晨在上一次董事会上提到了陈仲良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提到了，怎么了？万总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初是我把陈仲良引荐给万董事长的。我当然记得，但是他携款潜逃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所有人都被他骗了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有愧。仲良是我的老乡，当年老家发大水的时候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所以我一直认定他是一个好人。这没想到他把万晨的2个亿给卷走了。老钱，你今天跟我说这些，是想说什么呢？唉，仲良和我联系过了。什么？陈仲良跟你联系了？舒文呐，
没想到你们这一次准备的资料这么详尽，非常有价值啊！您过奖了，吴教授。今天下午跟您2位开的这个研讨会啊，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受益匪浅。那么太湖楼岗的历史价值问题，2位教授也都给出了最新的推测。如果太湖南岸的72楼现在是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的吴越国，这历史价值可真是不可估量啊！是的，我建议啊，像这样的研讨会还要继续开，邀请田野考古专家、水利专家都来探讨这个课题。如果太湖楼岗真像我们推测的那样，是古人留下了一项水利工程，它既养育了韩家湖平原的广袤农田，又培育了江南的农桑经济，那么它的价值或许就可以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。太棒了！小何同志，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呢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好多年前啊，你们织女镇来过一个人，拿着一些楼岗资料咨询过我们，但是提供的资料不全面，而且是以个人名义咨询的，所以当时啊，只是给出了大致的推测。我们织女镇之前就有人对楼岗进行过咨询？是的，是的。那次讨论会是谁组织的？他姓徐啊，是个年轻人。啊，对了，他叫徐康。是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镇长，你那么着急打电话找我来有急事儿啊？坐下说啊。王哲想问你，曲小河去省城找专家开研讨会，你为什么没有拦下他？哎，我按照你的指示，给那些专家打电话了，说研讨会取消了，让他们不用来，他们也答应不来参加了。我就在想，曲小河去就去吧，反正去了见不着人。可他偏偏见到了人，而且还是2个重量级的人物。哼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？那这2个重量级的人物怎么说呢？曲小河他在省城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，虽然研讨会只来了2位专家，可这2位专家提出的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，提出一个新的论断：太湖楼岗就是古人的水利工程，其价值可与都江堰媲美。完了！曲小河这次把马蜂窝捅大了，篓子捅大了。镇长，我马上就去找曲小河，把这个严重性跟他核发论述，让他马上停止。老郑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在这件事情，他曲小河是油盐不进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整个产业集聚区要拆除，那么在上面已经建成的同乐城的1期也得跟着拆除啊，还有周围在建的几个项目也跟着一样要拆除啊。镇长，你别忘了，当初这些开发商是我们政府把他们引进来，让他们投资兴业的，现在我们政府又让他们停下来，政府不得赔偿吗？就光同乐城这一个项目，不得赔几个亿呀！现在不是赔钱的事儿，是赔命的事儿。不是，让我想。哎呀，我头都大。哎，镇长，淡定。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啊。现在是不是只有2个专家给出了意见？对。还没有落实，对不对？对。只要这一切终止了，那么我们的产业集聚区就有可能保住。这个马蜂窝，说不定啊，还蒸不到身上来的。对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让曲小河换岗。你的意思是要免除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的职位？我负责向区里打报告，您做好集聚区的稳定工作。哎，小何，可以啊。那我在单位的天台等你吧，我给你发个定位。好，待会儿见。
你说的2位专家的这个意见啊是有道理的，但是还是要找到科学的依据啊。你现在就对太湖楼岗的历史价值问题下结论是草率的。当时你规划集聚区的时候，有人提出楼岗问题吗？没有。但是吴教授和葛教授说，他们在好多年前就参加过楼岗问题的研讨会，还为此呢提供了他们的分析报告。以个人名义咨询的是徐副区长。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记得他提过这件事啊？哎，不过说来也巧了，徐康同志下午的时候也给我打电话，说要找我谈事，我也约在这儿。哦，能，来了。来，老徐，坐。林处长，小何啊。哎呀，你们2个可真是的啊，要么不来就从来都不来，要么就一起来。来，红茶啊，我记得你最爱喝的还是墨子茶。什么茶都行，我不讲究。小何，没想到还能在林处长这儿碰见你，怎么样？这里边挺好吧？我现在分管的是产业集聚区的工作，这情况啊，还真不是太好。我也听说了啊，我找林处长呢，就是想说说这个集聚区的事儿。早在集聚区规划之前啊，我呢还在招商办工作。这里呢搞开发区的规划，到处选址啊，各种方案呢提了很多，也很杂。我记得当时呢，有几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啊，在我们太湖边做这个田野考古。据他们反映呢，太湖楼岗啊，不像是自然形成的。可能是人工的水利工程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我去省城以个人名义找专家咨询，但当时资料不全，也没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。这个情况，刚刚小何跟我说了。因为当时我们对文物啊、遗址啊都没什么概念，也就没有往那方面深入下去，逐渐呢就淡忘了。后来呢，临到我们织女镇主政啊，亲自抓这个产业集聚区的规划，楼岗的问题呢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也就没有提出来。可就在不久前呢，郭镇长、郑良器，包括小何同志啊，特意跑到区里跟我反映说，我们这个产业集聚区啊和这个太湖楼岗的区域啊，有重叠的问题。我认为啊，如果太湖楼岗真的是历史文化遗产啊，那我们在上面建那么大的一个产业集聚区，那就是一个错误。所以今天我来林处长那儿呢，就是想说明一下这个情况。毕竟我们都曾经参与过，那就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、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啊，该停工的就停工，该迁址的就迁址。你这么早的就说该拆的就拆，该停的就停，是不是已经确认了它的历史价值了？现在呢，还是个假设，还需要继续论证。我同意你的观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现在还没有科学依据的话，就对集聚区做有问题的推论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小何，你认为呢？我同意你的说法。现在呢，跟专家见面只是开端，我接下来呢还会跟他们一起探讨的，直到最后拿到结论。要拿到一个科学的结论，并且达到共识啊，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也许会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那至于我们集聚区要不要停下来，如果停下来产生损失，谁来担负？包括我们织女镇的产业改革，一旦被拖累，这个历史责任由谁来负担？这都是要考虑清楚的事情啊。明白。林处长啊，在这个问题上呢，我倒是站在小何同志一边。因为历史遗迹啊是不可复制的，万一真的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被破坏了，那我们真的就成了历史的罪人。与之相比呢，个人的荣辱得失，那也就可以置之度外了。当然，过去的这些楼岗啊，如果要以艺高岗为中心的话，画出一个圈，那么王传影先生画的这梳子也在其中。巧的是，我们的产业集聚区呢，也正好在这一片区域。你的话我直译过来，那么就是
我们这个产业集聚区正好就建在了王传颖画的这些遗址上了。对，这些楼岗图纸和古迹上记载的楼岗高度吻合，并且这些已经得到了专家的初步认定。其实你别说了，我理解你的意思。如果这些楼岗真的是有文物价值，那么我们建在上面的产业集聚区2期工程那就完蛋了。1期已经建成的同乐城也要完蛋了。楼岗到底有没有价值？这价值到底在哪儿？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专家来下这个定论。还得找专家呀。你看啊，那一片啊都将填满。哎，老张，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呢？一整天没见你说过3句话。镇长，我在想，小何这么坚持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被他俘虏了？嗨，不存在。我是觉得啊，镇上如果配合一下专家，对楼岗进行一次考察，也不是不行啊。你以为这件事情我没有考虑过吗？镇长，我说话直，你别见怪。你有吗？老郑啊，我考虑的和你考虑的角度不一样。你想想啊，如果产业集聚区停建了，打了谁的板子？是不是零化？镇长，我是说万一我们脚底下踩的真的是古代水利工程的遗址，那就是国家的财富，而我们上面呢，又是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园区，我们自己建的，那你说到时候出了事儿，该打谁的板子？老郑呀，我真想骂你呀！你白当镇长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就不想一想，这个规划是谁搞？你我来推进这个规划，又是谁来任命？郭镇长，你这么做，就是把林书记放到火上烤。还有那个徐康，怎么还有徐康呢？徐康他不是一直很支持你的工作吗？你怎么把他也包裹进来了？老郑啊，你这双眼睛不光看不清人脸，更看不清面具。算了，话点到为止。你要是对我的话还存在疑问呢，我就送你2个字：换岗。又是换岗。镇长，我不是没经历过换岗，我也不是在乎头上的这顶帽子。哎，行，我还是给你汇报工作吧。那个小何啊，一早去了水利局，说是找水利局的专家要对楼岗的遗址进行一次彻底的考察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，老郑？你，我现在说晚吗？你们看，这款是进口缝纫机做的童装，这款是微电脑特种专机压铸出来的，这些成品要精致的更多，而且完成的速度更快，一定能够在博览会上得到经销商的好评。老谢，多亏了你报警抓住了陈仲良，应该的。这次不仅抓到他，还追回了公司的2个亿，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。是啊，太感谢了。喂，许副书记，我一再强调，不能做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啊，可你就是不听。小何同志，免去女集聚区管委会主任职务的报告，准备送到区里。可是我还是想真诚地告诉你，我老郭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。只要你能回到自己的团队，继续推进集聚区的工作，这份报告随时可以撤回。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。是郭守正的电话吧？我真弄不明白，郭镇长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弄清楚楼岗的真相。这官场上有些事儿啊，你还参悟不透。产业集聚区是停还是不停，这对郭守正来说呢，
都不重要。他现在呀，在下一个赌注，赌赢了建功立业，赌输了吸取教训。现在想想啊，就现在的状况，确实让人无法乐观呐。可是我没有你那么悲观。面对问题是赌还是输，考验的是党性。我们党员就要坚持党性，凭良心做事。